最近，中國官方發布了一組令人側目的數據：2025年全國刑事立案數同比下降 12.8%， 治安案件數也隨之下滑。新聞通稿對此大加宣傳，營造出一幅社會長治久安、治安持續好轉的景象。然而，在漂亮的數據表象之下，真實的情況卻讓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感到背脊發涼。經過多方調查和內部人士的爆料，我們發現這個立案數的虛假繁榮，並非源於犯罪的消失，而是源於行政力量的系統性退縮。說得直白一點，不是壞人變少了，而是基層單位已經窮得辦不起案了。在長久以來的認知中，暴力機關的運轉似乎是無上限的，但在財政壓力面前，再龐大的機器也要為五斗米折腰。據司法系統內部人士披露，目前基層執法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現實約束。立案數量下降，本質上是行政緊縮在警務系統的直接體現。目前，許多基層單位的經費缺口巨大，尤其是鄉鎮一級的辦公經費，往往依賴於早已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現在辦案要先算賬。內部人士坦言，一個刑事案件從立案、取證、跨區域追捕到最後的司法鑑定，每一環節都是真金白銀的支出。在經費充足的年代，這些是績效，但在經費斷繳的今天，這些成了負債。目前的基層邏輯已經變成了程序簡單的治安小案抓緊辦，週期短，能快速結案，應付考核；取證費錢的複雜大案能拖就拖，特別是涉及跨省取證，需要長期蹲守或昂貴技術鑑定的案子，往往在初期就被不予立案。高性價比執法優先處理那些有罰款空間或能快速完成結案指標的任務。這種行政降級導致了大量真實存在的社會傷害被直接在立案階段內部消化。官方通報中下降的 12.8%， 背後掩蓋的是無數受害者求告無門的絕望，以及社會正義在財政危機面前的全面潰敗。除了普通的治安刑事案件，最為敏感的維穩領域也出現了明顯的躺平跡象。長期以來，為了維持社會的絕對靜默，各地投入了天文數字般的資金，構建了一套從人防到技防的全方位監控網。但現在，這套昂貴的機器正在因為缺油而發出刺耳的嘎吱聲。多名來自河南、山東等地的維權人士和訪民近期發現了一個反常現象：曾經緊盯他們的工作人員突然消失了。以往每逢重要節點，相關人員會以談話、請客吃飯等名義進行貼身監控，這在內部被稱為經費換穩定。然而，近幾個月來，這種面對面的接觸頻率呈斷崖式下跌。一名長期被監控的維權人士感慨道：“他們好久沒找我了，估計是真沒錢了。以前一來就把我帶去高檔餐館，現在連個電話都懶得打，最多發個短信問問在哪。”這不是管理變得寬容，而是控制成本的邊際效益已經歸零。當地方財政連基本工資都難以保證時，基層人員失去了執行高強度監控任務的動力。這種隨緣式維穩的出現，標誌着過去那套精密昂貴的治理模式正走向末路。我們來看官方公布的具體細分數据：拐賣案件同比下降 40.7%， 傳統到搶騙案件下降 21.2%。在宏觀敘事中，這是巨大的進步，但在微觀現實中，這是法治的全面退潮。法律界人士指出，立案門檻的隱性提高，正在人為地制造一個治安真空區。當老百姓丟失了手機，遭遇了數額不大的詐騙，或者遇到了鄰里間的暴力威脅，去尋求公權力保護時，得到的回復往往是證據不足或不達立案標準。由於立案本身意味着後續一系列的成本投入，基層單位在預算壓力下，會有意無意地勸阻報案人。這種現象
造成了一個極其危險的社會心理：壞人發現犯罪成本在降低，而好人發現維權成本在激增。當法律不再作為底層的保護傘，社會就會加速回歸叢林法則，底層互害的風險正在像地火一樣在靜默中蔓延。除了人力收縮，技術層面的崩潰同樣觸目驚心。過去10年，各地建設了全球最密集的監控網絡。然而，這套系統每年的維護費用、電費和數據存儲費是一個驚人的天文數字。據調查，在不少3、4線城市，路面監控的完好率正在悄悄下降。由於財政撥付不及時，監控攝像頭壞了沒人修，外包的技術公司因為收不到欠款而拒絕提供服務。這種技防癱瘓讓原本無孔不入的社會控制網出現了密密麻麻的漏洞。這種間歇性失明直接導致了破案率的真實下降，反過來又促使基層單位為了保住破案率這一指標，不得不進一步減少立案。這是一個致命的邏輯閉環。當正常的辦公經費被削減，基層單位為了維持運轉，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創收衝動。近1年來，各地的交通罰款、行政處罰力度明顯加強。以前可能口頭警告的輕微違規，現在往往面臨頂格罰款。這種以罰代管的邏輯，本質上是行政權力在利用自身的暴力壟斷進行末路收割。然而，在經濟整體下行的背景下，企業經營困難，老百姓荷包縮水。這種割韭菜的行為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財政枯竭問題，反而進一步惡化了營商環境，加劇了官民矛盾。我們回到那些維權人士身上，有異議人士反映，相關部門已經半年沒找過他了。這在政治學上叫控制成本的邊際效益遞減。以前，為了維穩一個重點人物，可以派幾名工作人員輪班倒。現在這筆開支能減就減，取而代之的是騷擾式管理，打個電話，或者乾脆在身份信息上搞小動作。這種管理方式看似還在，但威懾力已經呈斷崖式下跌。一旦基層民眾發現，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暴力機關其實已經是一具空殼，那個恐懼的堤壩就會瞬間崩塌。去年以來，各地抗議討薪，甚至直接衝擊基層管理機構的事件頻率變高，就是因為老百姓看穿了基層執行者也欠薪，他們也沒動力拼命了。這種心態的轉變是頂層設計者最害怕的心腹大患。曾幾何時，相關的維穩開支是極其龐大的。那時候，地方官員腰桿子硬，只要能把人結在當地，花多少錢都不心疼。甚至衍生出了一種畸形的產業鏈，各類配套服務都要錢。但現在，這根支撐了20年的金柱子裂了。查看2025年的地方財政決算報告，很多省份的公共安全支出像出現了多年未見的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這不是因為他們想省錢，是實在變不出錢了。相關部門現在的日子也不好過，以前是要多少給多少，現在是看哪項能砍。最先被砍掉的就是那些看不見產出的預防性支出，比如大數據監控的維護費。很多城市的攝像頭壞了，報修單疊的像小山一樣高，但上面給的副函永遠是經費緊張，暫緩維修。歷史規律證明，任何一個體系的末期，往往都伴隨着基層治理能力的坍塌。這種坍塌通常是從每一個交不起電費的派出所，每一個發不出獎金的基層網格開始的。現在的立案數暴跌，實質上是行政力量在財政寒流下的戰略收縮。當維穩飯局消失，當監控探頭熄滅，當基層人員開始在辦公室算賬而不是查案，這套曾經不可一世的體系已經走到了強弩之末。我們看到的 12.8% 的降幅，不是太平盛世的福音，而是社會失序的前奏。當公權力因為缺錢而從基層撤退，留下的真空，
並不會被文明填補，而是會被混亂與原始的暴力接管。在這個寒冷的冬夜，每一個消失的案卷號都在預示着一個舊時代的終結。